Congressman Weaver and esteemed members of the Special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I come before you to protest a grave injustice. It has to stop.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拉，感谢回来我的频道。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感谢借我 AR-15 的朋友，感谢他对我本人还有我频道的支持。在我面前的这把枪呢是 AR-15。AR 的意思不是 American Rifle， 更不是 Assault Rifle。AR 代表了 Armalite Rifle。Armalite 是设计和制造 AR-15 的公司，也是这款步枪最原始的制造商之一。AR-15 这把民用版本美军 M16 的半自动步枪，从美军的标配。Identify and engage those targets within a short amount of range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letha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杀手的最爱 AR-15, 11.5 inch, compensated with an iron-bonded bolt carrier, Trigicon AccuPoint with 1.6 magnification. 到民用首选。Listen to me. Magazine goes in here, release it here. Make sure it latches. Pull back the operating rod, and round speed up. Keep squeezing the trigger for rapid fire, okay? You shoot or you run. Don't let them get close.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AR-15。AR-15 的历史要追溯到越南战争。I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ountryside. We would take these real long walks. There must be some kind of way out of here. 它与越南战争的发展有着相关密切的关系。越南战争的持续呢，从1955年到1975年，战争期间，苏联的 Kalashnikov AK-40 机突击步枪在全球范围内稳固地树立了地位。这一出色的设计。简洁可靠少维护，受到了德国二战期间 MP44 的影响，并且在世界各地4个角落生产了数千万只。当时的北约更别说美国了，都没有像这样受欢迎的武器，被迫使用一些从欧洲或者美国涌现出来的一些设计。故事的转折呢，在1956年，一个机械工程师名叫 Eugene Stoner， 他是一名非常多产的工程师。当时在为美国设计一款新型的自动步枪的概念，使用的呢是 7.62 乘以51毫米的北约口径，这就是我们熟知的 Armalite AR-10。这种武器呢，高精度和稳定性上面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在当时使用相对先进的合金和塑料的材质，而不是核桃木和钢的材料，所以呢它非常的轻盈。没有装弹匣的时候，差不多是 6.58 磅左右。之后的1957年，这款设计呢又被改良成非常便携，而且修改后去适用于.223 Remington
Remington 口径，从而诞生了呢 AR-15。那个时候美军在越南战场上面用的是 M14， 非常不幸的是 M14 并不能抵御 AK-47 的战火。美军当时是非常的着急，并且迫切的需要一把设计完善、可以使用在越南战场上面的步枪，所以这个设计很快的就被提上了议程。而恰巧当时 Armalite 在财务不支的情况下，把他们的 AR-10 和 AR-15 全部卖给了 Colt， 并且 Colt 公司在生产大规模武器上面又非常的有经验和技术支持， AR-15 便很快的成为美军 M16 的基础，并且很快在官方库存中被命名为 5.56 毫米口径的步枪。军用的 M16 在民用版本 AR-15 上面没有做很大的改动，保持了气动的 Rotating Bolt System 旋转螺旋系统，还有开槽的制动器，保持了顶部的 handle， 还有子弹也会从右边喷出。时间来到了1963年，越南战争还在持续 ，M16 呢也顺利的送到了越南服役。M16 呢被发现很适合美军的普通士兵，他们轻便紧凑，容易操作，也在当时被吹捧为低维护。不仅在当时不断增加的丛林环境的前线，并没有对 M16 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表现非常的良好。但不久之后，美军部队呢对步枪的弹药粉末规格做出了改变，问题就逐渐的出现了。由于 AR-15 呢是 gas operated， 出现了很多过度污染的情况，使得步枪非常的卡壳，大大减少了呢战场的可靠性。1969年呢，战争还在持续，由于卡壳的现象在越南战场上频频出现，其严重性很快的被反馈，给美军施了不少压。美军呢不得不改良这个设计，推出了 M16A1。也正是因为这把枪的诞生，它正式的取代了 M14 在越南战场上的服役。所以 M16A1 到底改了什么？首先，它添加了一个螺旋辅助功能和 chrome plated， 用 chromium 在金属上加了一个表层，作用呢是加大了它的耐腐性，还有它的耐用性，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个可拆卸式的30发弹匣。至此，战场的可靠性得到了提高，战术的灵活性也大大的往前迈了一大步。直至越南战争结束时， Blue Ribbon 国防小组做出了一个结论， M16 在战争期间拯救了2万美军士兵，如果 M14 当时还在服役，他们将会丧生。M16A1 成为越南战争剩余期间美国战士的标准步枪。随后就来到了1983年，改进的 M16A2 正式的登场了，迅速的在3年之内被美军的海军陆战队还有陆军陆续的使用。而 M16A3 呢是一个有限的生产版本，这种型号主要由包括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内的专业部队所使用。随后时间就来到了1998年， M16A4 在 M16 的系列上面脱颖而出，这也是最新型号的 M16A4 移除了最标志性的 Carry Handle， 取而代之的呢是 Picatinny Rail， 使得这个武器更加的容易自定义化，可以实现各种的光学元件或者是瞄准器的适配。总体呢还是保持着 M16 的设计理念，更加现代化的像 M4 卡宾枪和 HK416 将继续的在美军服役，直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前线部队继续的赞扬着 M16 的可靠性。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一个部队曾经报道过，尽管被沙尘的覆盖或者是湿润且泥泞的泥浆而覆盖，这种武器在持续数小时的激烈交火当中还是非常的可靠，也是不会卡壳。无论 M16 披着什么样的盔甲， M16 都将在现代的战场上面保持着它的英姿，仅次于 AK47 家族的受欢迎程度和效能，后者仍在服役。以后呢，我们会好好聊一下 AK47， 并且其衍生出的一系列远程武器类型，步枪、突击步枪、轻机枪、冲锋枪等等。不管怎么样， M16 的设计呢，保持着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和理由，并且呢，也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武器之一。自1959年以来， M16 的生产量已经超过800万支，使其成为 5.56 口径产量最多的武器。我朋友的这把呢是 Smith Wesson MNP15 Sport 系列， Sport 系列的第一个版本的零售价在1200到1300美金左右，直至2016年他们推出了 Sport 2版本，加上后来的 Sport 3版本，价格都是非常的亲民，而且有许多大 V 的支持，包括 Hiccup 45，他们的评论呢都很正向。在这把 Sport 2之前，
所有的 AR 版本都是非常昂贵的，物美价廉的选择呢也根本不多，可能只有 Ruger 的 AR556， 其他呢就随随便便可以上千了。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选择组装一把 AR-15， 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个性来选择枪的部件，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偏向于哪边。但是这里要提醒，如果要自己组装枪呢，必须要查询自己所在地的网站，组装时所需要购买的部件必须要满足当地的法律法规。在我心中的 AR 是非常难清理的，因为它是 gas operated， 产生的气体的气压呢会被再次使用，这些 gas 呢也会带来没有充分燃烧的火药，使得整个 action 内部呢非常的容易脏，清理起来呢就相对的复杂。这点比起来呢 AK 呢是非常的有优势，但是只要适当的维护， AR 是一把非常精准而且非常可靠的枪。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它的外部结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顶部有一个原厂的 flash hider， 它的目的呢是减少子弹出膛时爆炸的火焰，这一点啊在黑暗中是非常的重要，不然呢开到2枪呢就能闪掉我们的双眼，然后再次瞄准目标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再来呢就是明亮的火焰也会容易让敌军发现。除了 flash hider， 市面上也有不同的 compensator 和 muzzle brake。compensator 呢制动器就是让枪头不要跳动的太厉害， muzzle brake 的功能呢就是减少它的后坐力。这把枪的枪管呢是16 inch， 差不多是 40.64 厘米，材料呢是4140 steel， 民用是非常的足够了。如果要升级的话，可以选用4150的 steel。 它的枪管的表层呢是 Smith Wesson 专用的枪管表层，它的名字呢叫 Armorlite。Smith Wesson 呢专门开发设计了这个表层处理的方法，是一种非常坚固的保护层，用于提高枪械的耐腐性，防止了一些零部件生锈啊、腐蚀啊，还有耐磨损的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反光性能。这种表层的处理工艺呢，在 Smith Wesson 的手枪啊、步枪中是经常的使用。还有一点关于枪管非常重要的性能就是 twist rate。这把枪的 twist rate 是1:9，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旋转一圈需要多少英寸？1:9的意思就是旋转一圈需要9英寸。当然了，1:9已经是完全够用了。如果你想打得远再打得准，并且要用更重的子弹头的话，你就可以选择1:7，旋转一圈只需要7英寸。前面呢是一个原厂的瞄准器，它叫 Iron Sight。这个瞄准器呢是可以调节的。一般性在美军配枪之后，每一个士兵呢都要在靶场按照自己的瞄准来适配这个 Iron Sight。后部这个瞄准器呢是折叠式的，如果你要瞄准呢，就要透过后面这个小洞洞，然后对准前面的 Iron Sight， 然后再对准你的目标物。我现在握着的这一部分呢叫做 handguard， 我握起来呢手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按摩的功能。这个部分呢防热传导也是非常的有效果。如果你喜欢 fancy 一点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换成 free float。如果是 free float 的话，你就可以安装不同的，比方说 aluminum 啊、polymer 啊，还有一些比较新进的材料，比方说 carbon fiber， 然后同时呢添加一些你想需要的零件。这把枪分2个部分，一个是 lower receiver， 一个是 upper receiver。upper receiver 上面呢就是我们的 Picatinny rail， 方便的让你添加不同的瞄具。然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把枪的灵魂 gas tube。 前面这个洞洞里边银色的管子，它就是通气体的一个管道。这把枪的管道长度呢是 9.75 英寸，也叫 carbon length。 我觉得 carbon length 呢也已经足够了。在美军呢也是用的 9.75， 网上呢有很多辩论什么长度的好，但我认为呢 9.75 呢气体在里边的时间够长，它就更加的容易被控制，然后让它的循环操作呢更加的可靠一点。如果气体在管道里面时间太长呢，其实它的后坐力也会更大一点，但是呢我认为可靠性还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dust cover 呢只有你在 charge 的时候呢会打开。如果你的枪没有在使用这个 dust cover 呢，避免一些脏东西进到我们内部当中。Forward assist， 这 forward assist 呢有很多争议，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但是我认为呢还是要好吧，有总比没有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尺子一样的东西，一格一格的。它的 Forward Assist 呢，就是咬住其中的一个，然后帮助里边这个旋转螺旋系统往前推，帮助它归位的一个小工具。看一下它这个 Charging Handle， 这个 Charging Handle 呢也是原厂标配的。它的按钮呢只在左边，如果不按按钮的话，它这个 Charging Handle 是不能往后拉的。市场上面呢，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左右边都有按钮，这也是看你左右手哪个手比较方便。好，那我们再看它这个 Lower Receiver 这部分，如果要把这个枪给拆开来清枪，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它这里有2个小按钮，只要把它往后面一按，然后到另一边，把这2个按钮给拔出来，这个枪就可以分解了。这一部分呢，它叫 Lower Receiver。在美国，如果你不买 Lower Receiver 的话，其他所有的部件都是可以随意买，然后寄到家里来的。只有这个 Lower Receiver 这个部分呢，属于一把枪的灵魂。什么意思呢？就是买它不能直接买，得把它寄到枪店注册你的名字，有它才属于一把枪。 Lower Receiver 和 Upper Receiver 的材料呢都是7075 Aluminum。 7075铝合金一般性是使用在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运动器材啊那些器械上面，尤其是在需要轻质的比较高强度的材料上面。因为这把枪呢是用 5.56 口径的子弹，它的 PSI 要到58000，所以呢，你需要用高强度的材料，因为它很靠近我们的脸啊，所以高强度的材料是非常需要的，不然呢就会很恐怖啊。它的表面的这个 coating 呢叫 Hard Coat。Black Anodized， 很好的提高铝制品的防腐蚀啊、耐磨。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黑的挺好看的。还有就是它这个握柄部分呢，对于我的手来说，它是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尺寸呢也刚好。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它这个 stock， 这个 stock 呢是可以调节的，根据你的身形啊来调节，更好的拉到最长整个枪身，应该差不多是35英寸，88厘米吧。然后放到最短的话是差不多32英寸，差不多是81厘米。然后呢，我朋友还特地给了我一个他自己配的 PMag， 然后是一个市面上比较好的 magazine， 非常的好看。你看这里还是透明的，30发的 magazine。再加上上膛一颗30+1的 5.56， 很恐怖啊。好，那基本上这把枪的外部零部件呢，我们都讲了一遍。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也轻松的放回去，其实只要对准这2个小螺丝就可以了。在华州呢，我们的 AR 呢是已经买不到了。当时我一直在犹豫，到底买什么，到底买不买。然后现在呢也没有机会了，也很想买那个 Tavor Bullpup， 然后犹豫半天，法令出来了就不能买了，非常的可惜。然后看到这把枪就好想拥有一把，但是呢现实已经是不可能了。如果现在华州呢还有机会能买，我肯定毫不犹豫的去下单一把。不过当时自己太犹豫不决啊，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珍惜。然后当时那个 Tavor Bullpup 也差不多要2000块左右吧，所以呢就会犹豫不决，迟迟的不肯出手，然后也犹豫不决，然后错过了机会呢，变成了一无所有。然后呢，现在要玩半自动步枪呢，只能问朋友借一借了。好啦，那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